1358年，室町幕府第一代将軍足利尊氏去世之後呢，其子足利義權即位。本應該作為輔佐官的足利直義或者是高師直，卻都在之前的爭鬥中被清洗掉了。於是室町幕府指定了年僅13歲的師波義將輔佐足利義權。在高師直輔佐足利尊氏的時代，這個輔佐官的家族被稱為直氏，但是高氏一族已經被足利直義滅族了。因此，作為管領家族的師波家繼承了直氏家族的一切職能。隨着室町幕府的體制穩定，儘管呢依然是有零星的起義和政治挑戰，北朝的政治形勢也還是安定下來，於是開始着手與南朝的和解。但是1367年，足利義權年僅37歲就去世了，由師波義將培養長大的足利義滿接任。如此一來，師波家就連續輔佐了2代將軍，應該會成為權傾朝野的家族。然而细川賴之利用師波義將的父親不慎，趁機扳倒了師波家，取而代之。但這些爭端並沒有使得北朝的勢力減小，室町幕府變得越來越強大，南朝也終於無法再抵抗這種壓力了。1392年，足利義滿呢，他是呼籲南朝的後龜山天皇讓位給北朝的後小松天皇，南朝答應。經過57年的分裂，日本南北朝終歸於統一。足利義滿又在京都建立了名為花御所的府邸，作為幕府的總部。歷史上呢，便用花御所所在地室町稱足利幕府為室町幕府，這個時代也就成了室町時代。現在南北朝是統一了，室町幕府成了唯一合法的全國性政府。但是之前足利尊氏的騷操作又帶來了新的分裂問題，那就是各地強大的守護大名们，特別是被足利尊氏允許收走當地1半稅金的近江、尾龍和尾張三國的守護們，實力發展得非常迅速。本來呀，室町幕府是規定這種徵稅的特權需要每年由幕府主動續一次，但是後來大家都是默認，只要幕府沒有主動取消，那就是永續的。再後來呢，守護大名們便不再是徵收1半的稅金了，而是直接佔有1半的土地。再後來呀，地方上的莊園領主們也索性直接把土地的經營全部托付給守護大名們，守護再按照他的莊園規模從稅金中分一部分作為莊園主人的收入，稱為守護卿。至此呢，守護就已經實際成為了割據勢力，被稱為守護大名。也就是說，室町幕府剛建立的第一代，其實戰國時代的根就已經埋下了。那麼作為室町幕府，自然是必須要想辦法削弱這些地方勢力的威脅。足利義滿主要是做了3件微小的工作，其一是任命了師波家、细川家和田山家3管領作為將軍的輔佐，其次是任命了山明家、赤松家、金吉家和伊勢家4個所司，領導4所作為京都治安和裁判工作的負責人，稱為4職。3管領4職的體制，使得室町幕府穩定地控制了幕府的周邊地區。其三，針對叛亂頻發的關東，足利義滿又將足利家的親族送往鐮倉監管，稱為鐮倉公藩，同時設立了關東管領輔佐鐮倉公藩。鐮倉公藩基本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幕府運作。即使如此呢，也僅僅是制度上更加穩固了，地方豪強的問題依然是存在的。足利義滿和實力強大的守護大名們進行周旋，時而利用，時而打壓，終於沒收了佔據尾龍、尾張、伊勢3國的守護大名土岐康行的土地。1391年，丹波、和泉、淡馬、山城4國守護大名實際控制了11國的超級豪族三名世卿發動了叛亂，但是被足利義滿所鎮壓，沒收了其8國領地。整體上來說呢，足利義滿是一個非常重視平衡的政治家，在他的領導下，室町幕府才真正成為了日本的統治者。那麼除了上述的3件小事，如果說足利義滿還有一點什麼成績，那就是他開啟了日明貿易。1368年，明朝取代了元朝統治中國，而明朝不久就開始了海禁政策，但明朝也留了一個口子，那就是朝貢貿易。周邊國家若是接受明朝的冊封，也可以維持一定的貿易。足利義滿呢，就在沒有通知天皇的情況下，代表日本接受了被明朝冊封為日本國王。拿到渡航許可證的協議之後呢，日明貿易也就於1401年重新開啟。由於日明間的這種貿易需要先和明朝簽訂協議，這在當時的日本看來是很奇怪的，因此室町幕府的日明貿易也被稱為勘合貿易。14世紀的下半葉呢，是中國遭遇倭寇襲擊最嚴重的時期。這次日明貿易重啟之後，雖然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但也使得沿海的居民安定下來。接下來的數十年，幾乎不再有日本人從事倭寇了。下一次日本倭寇的高潮，要等到室町幕府末期的戰國時代。同時，因為協議中，明朝作為宗主國，承諾會負擔貿易中的一切人員滯留費用和運輸費用，使得獲准的日本商人呢，是每一趟都能賺取數倍的利潤，這大大加強了室町幕府的實力。1408年，室町幕府歷史上最重要的統治者足利義滿結束了他出色的生涯，其子足利義持即位。
雖然在義滿還活着的時候便已經出家，義持早已經繼承了將軍的職位，但是足利義滿一直沒有放鬆權力。南極開展工作的足利義持就逐漸疏遠了父親。義滿死後呢，義持也幾乎不會去花御所，否定足利義滿的各種政治成就，尤其是他拒絕了繼續向明朝進貢，明朝便也不再更新協議，日明貿易也隨之中斷。失去了日明貿易的利潤，使得足利家的實力下降，在各個政治勢力之間施展平衡術的空間大大縮小。好在足利義持性格堅強，頗有人格魅力，各地守護大名們也依然在他的下面達到了勢力的平衡。1423年，足利義持出家，將將軍的位置讓給了他的兒子足利義良，自己在背後遙控政局。但是1425年，足利義良病死，足利義持便不得不回到前台主持工作。但是他自己這時也患了病，常常要臥床不起。足利義持的生涯中呢，與親人們衝突頗多，爆發戰爭也有過。此時病重的他似乎已經失去了作為王朝統治者的責任感，甚至拒絕了指定繼承人，而是對家臣們說：“你們商量決定就好了。”當然，家臣們誰也不敢真的主動提議將軍的繼承人，說不定足利義持就是在臨死前試探一下，看看誰有反心，對吧？最後大家就說抽籤決定吧，然後抽出了足利義持的弟弟足利義教，義持便同意由他來繼承室町幕府。當時足利義教本來已經出家了，成了一間寺廟的住持，本想請室町幕府另請高明，但是畢竟足利義持可能命不久矣，這種時候就真的是已經研究決定了，改變不了了。那麼足利義教了解了情況之後，為了國家大義，也就放下了自身的擔憂，不再推遲，於1429年出任征夷大將軍。那他這樣上位當然是難以服眾，本身地方和民間對足利義教的能力就表示懷疑，鐮倉公方更是不滿。在足利義持的時代呢，鐮倉公方就已經表現出了对室町幕府不服的傾向。最後雖然是和解了，但是若干強制的矛盾根本並沒有改變。然後就發生了導火索事件。當時呢，如果鐮倉公方的長子元福起名時會請室町幕府的將軍賜一個字，將軍就會從自己的名字中挑一個字，鐮倉公方的長子以此為基礎起名，表達將軍家族對於鐮倉公方的慈父之情和鐮倉公方對於將軍家族的忠誠。1438年，鐮倉公方足利持氏的長子賢王王元福，足利義教賜予教字，然而足利持氏給他起名足利義久。對於足利義教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便命令關東管領不參加足利義久的命名儀式，這激怒了足利持氏，直接率軍進攻關東管領。結果足利持氏低估了足利義教的號召力，義教直接派出幕府軍支援關東管領，並且進一步反擊，反而嚇得足利持氏出家。而後呢，是關東管領上杉憲實出面，請求足利義教允許以足利持氏出家，足利義久繼承鐮倉公方的形式結束此事。足利義教不許，命令上杉憲實討伐足利持氏。1439年，足利持氏自殺，鐮倉公方滅亡，是為永享之亂。此事使得得位不正的足利義教成功立威，各地的守護大名們反而不敢有所行動了。總的來說呢，室町幕府的政治體制就是幕府中央的将軍和地方的守護大名們的权力平衡游戲。因此将軍他必須維持強权獨裁者的形象，只要退一步就很可能多米諾骨牌倒塌。足利義教如此強硬也是必須的。但是後來呢，足利義教似乎是因為永享之亂形成了路徑依賴，只要臣子或者是地方大名稍有不慎，他就會認為是在挑戰自己的權威，然後以武力逼迫對方就範。他也不信任體制上本應該作為自己人的管理們，幾乎不聽他們的意見。不管是守護大名、首都市民，甚至是神社、寺廟和公家的人，只要沒有執行足利義教的命令，就會被鎮壓或者是處刑。因此這段時間也常常被稱為室町幕府的恐怖政治時期。既然公家和臣民都被他視為威脅，那麼对他而言，統治合法性的來源就肯定既不能選天皇和朝廷的認定，也不能選人格魅力或者是臣民支持，那麼他只能轉向尋求捍衛傳統這一道統，以及友邦承認這一法統了。在足利義教的時代呢，這些方向都有長足的發展。之前在戰亂中衰落的日本各種儀式都大大復興，幕府軍也得以重新編制，幕府也幫助天皇家族解決了懊惱的皇位繼承問題。此外呢，足利義教又无视天皇，接受了明朝的冊封，重開日明貿易。其實他做這些事情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想要模仿他的父親足利義滿。他在剛成為將軍時就感到自己作為僧侶並沒有政治的經驗，因此依靠管領們。然而後來他決定不再信任周圍的人，直接模仿足利義滿的做法，所以他在足利義滿功績最明顯的地方發力。但是呢，在足利義教的恐怖統治之下，日本是並不能重現足利義滿時期的繁榮，京都甚至發生了日本版的道路乙墓。官員們和地方大名們沒事都會閒聊，猜下一個為足利義教處決的人會是誰。
视听幕府似乎即將迎來一场空前的大亂了。那麼接下來的故事就留到下一期吧。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啊！我們下期再見。